各位好久不见，这儿 Digimon 还有20多分钟就开始了。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年的 Digimon 有什么可看的。我先说一下啊，我这儿外面可能会有一些奇怪的动静，要是不小心被录进去了，就将就一下吧。今年的 Digimon 其实可以看的还挺多的之前我还说什么是工作日，所以说可能不会放很久，可能1-2个小时就完了。结果后来他这改了，就是他们11区这边20号是假期，是什么春分假期，所以说今天他们过节，他们放假，所以这不是他们的工作日。但是今年的那个时长确实还行，2个半小时，又比去年缩减了半个小时，好像是目前最短的一次。但是今年的干货其实都还算比较多的。一开始25分钟是介绍那个游戏时空异客。其实时空异客这个东西吧，我虽然之前就说它可能是那个网真的加强版，但是其实它把各种系统方面微调一下，可能你玩的体验还是蛮不一样的。我还是希望它能多说一点这种系统相关的东西，但他要是不说的话，就整整25分钟都在那儿叨叨剧情的话，那我真的觉得他这个系统可能就真的跟网真比起来没什么改进了，不然他怎么就不说呢？我觉得他哪怕有一点小改进他也要说呀。倒是之前那个戴尔助手做了一个那个星座考察，然后之前我就说嘛，说这个骑乘可能就是有些场景你不骑怪兽就去不了，结果他这基本上就已经说了，说有些场景你不骑怪兽的话他就开不了全图，有些场景只能骑着怪兽才能去，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说实话，他下边那个字幕打的这句说不养这个怪兽的话冒险就不能推进，这听着感觉好像是你怕不会要用这个养怪兽这个去的场景来卡剧情吧。我觉得他如果只是一些隐藏区域去不了的话可能还好，如果卡剧情那就非常之恶心了。你上一代用那个支线任务来卡剧情，然后这一代用养怪兽来卡剧情，这个真的非常恶心啊！我希望他只是那个什么，只是隐藏区域去不了。上次那个戴尔助手他还说了一个那个什么，主角这个武器反正已经有怪了嘛，所以说这个肯定不是战斗用的，然后就说这个武器就是去不同的场景嘛，说白了就跟那个连接跳跃是一回事儿。然后就说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能力，那就是上一代的那个什么骇客技能嘛，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些东西你都想得到的。所以这次Digimon上边要是他还是25分钟全叨剧情，然后不提什么游戏性相关的东西，或者提了的就跟上次戴尔助手这个差不多的话，那我说实话这25分钟对我来说就是坐牢，我对剧情真的没什么兴趣。好，然后是牌可能是这次最炸裂的一个部分，就是大家都知道那个什么很可能要出手游了，包括这个 Famicom 发了一个这个暗示是数字版的，然后官推还转发了 Famicom 的那个新闻，那基本上再加上就是这个画面吧，大家现在都传遍了网上的，所以说这个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手游版或者说数字版的话，如果是数字版的话，它如果还搞那种如果有什么就是带个 PC 版，然后还有跨平台联机的话，那就更厉害了。反正现在姑且先叫它数字版吧。数字版这个我因为它出了这个图，我开始第一直觉还是觉得这个 UI 可能这个搓牌有点点不到它，但是后来我去试了一下，不是那个DTCG 它有一个教学 APP 嘛，然后我还去试了一下那个教学 APP，结果那个教学 APP 其实比它这个界面可能还要更难操作一点。那个教学 APP 它的手牌是大概就叠在下边这么一小一个位置上，然后手牌稍微多了以后你根本点都点不到，他们全部就挤得很紧，根本点不到。就那个的 UI 可能比这个还要更难受一点了。那对比一下，那个你都能玩了，这个对比一下应该没问题。然后它进化源那些就是没显示出来，教学 APP 里边就是你长按它就会在里边显示这进化源效果里边有些啥。应该这个 UI 就是问题不大，但有疑问的可以先去玩一下那个教学 APP。反正我觉得那教学 APP 就是能玩了，没啥大问题，没有特别顺手，但可以玩。我当时对那个教学 APP 的感觉就是，我希望它那个手牌它可以自动排下去，或者手动排下去也行，就是把同样的卡给你堆到一起去，不然真的就是看起来很麻烦。尤其手牌一多了，看起来很麻烦。
但是那个教学 APP 就是它既不能排序，而且还挤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啊，经常看不清楚自己有什么手牌，那个有点恶心。但是这些应该都是小问题，反正这个手游版只要出了，那基本上就是好事儿。所以说这个应该是 DTCG 这一块，这个是最大的新闻。说实话，我个人感觉。牌的话，然后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说两句 Liberator 的事情。Liberator 现在的情况来看，就是大概率他们还会再续个至少少则3个月，多则再续1年吧。就之前那个什么，之前我还信誓旦旦的说，感觉他们不会续了，但看来就是他们只是那个 EX 不是以 Liberator 为主题了，但是还是会把 Liberator 的卡塞在里边，就是这样。再加上2月份那个小说更新，你本来以为2月份小说更新就更完了，结果它水了2期，之后还有。然后这儿漫画那边也是。打完黑地战，然后直接跟你讲1个月后啊，又恢复和平了，又1个月后了，直接拖剧情了。之前看的都跟最终 BOSS 战一样，然后直接又拖了，直接在1个月后，又屁事儿没有了。那这个样子看，肯定是要继续续了。至于他续多久就不知道了。就我觉得就是少则3个月，因为那个5月份肯定要更1次小说嘛，就少则就续到5、6月份，多的话可能就续到明年。我个人估计续个半年，这个几个月半年的可能性比较大吧，因为才出的一个大新闻就是最后这个动画环节说是10分钟，然后一般说来就放个 PV 就完了嘛，就是那个 Beyond 的那个 PV， 结果官方自己不操作了，大概就是头一天晚上11点半的时候，那个 DP 的官推，然后它改成了叫迪吉蒙动画系列。然后呢，就他们就新开了一个官网，叫这个迪吉蒙动画门户。然后这个门户里边就是这一段，估计大家都看过了，就是这一段他当时就没有改，这多了一段话，就说10月份会有新 TV， 那个Beat Break 有一个新 TV， 就很搞笑。然后他大概过了15分钟，发现搞出问题了，赶紧删了，然后把这个官网又改，把那一段话给删了。但是应该就是原本预计会在这10分钟里边最后提一嘴的事情。我估计吧，他既然只有10分钟的话，而且这儿当时他这儿官网更新都只有那一段话的话，我估计迪吉蒙控上面也只会说啊，我们10月会有新 TV。但是能不能把 logo 放出来啊，甚至主视觉图这些，我觉得有点悬。我觉得他可能最多就提一个我们会有这个东西。如果能把 logo 放出来，就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因为我感觉 logo 和主视觉图，我估计要6月26号，就是原主周年纪念日那个时候，估计要那个时候他才会有情报出来。你参考之前的那个什么那个鬼游，就是差不多就是6、7月份的时候出的那个主视觉图，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估计他就只会说我们会有一个新 TV 了，他能放点东西放点画面出来，那真的就是可喜可贺。好，然后先把动画这儿说了，那就是说因为10月份会有新 TV 嘛，所以说这个 Liberator 这些也好啊，别的东西也好啊，他们可能我猜的话会不会就是苟到10月份就差不多了，然后就让新 TV 接档了。当然也不一定，也可能他们会续了更久。这是牌这边，就是 Liberator 跟手游，可能连 Liberator 都不会说吧，但手游是肯定要说的。都是牌这边，反正牌这25分钟应该信息密度比较大。然后就是漫画的话，我个人感觉之前就是还有一个东西就是透到这个新的商标，不知道该怎么念，align 嘛，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念，这是个深造词。这个东西。我个人感觉可能会是我之前反正感觉可能会是漫画或者是小说的一个新作标题，因为你去看这个万代申请的这个同类商标，然后我反正都对了一下发现他们两个的这个商标分类是完全一模一样的。然后这个30ms Around 是一个那个什么，是一个4个漫画加动态漫画，所以说我觉得按同类来看的话，那可能迪吉蒙这个也是那个啥，也是一个漫画或者之类的东西。但是后边因为出了那个动画新作的情报就不好说了，因为有那个10月新番嘛，有10月新番，
有10月新番的话，这个会不会是那个新的动画机的那个名字也不好说了。因为它这个同类商标里边除了这些之外，然后很明显就是有拓马鸽子，就是它电子机有可能还是会申请这个类别的商标。但是我因为对了一下，说拓马的这个商标类别跟这个不是完全一样的，跟迪吉梦这个不完全一样，所以我个人还是倾向于它可能是这次会说的就是漫画的，在那个5月份现在连载的那5个完结了之后，可能这是个新漫画。我个人还是倾向于它是个新漫画，但是也不排除它是跟那个10月新番配套的东西。好，这是漫画。音乐10分钟估计就3首歌，这个就不说了。玩具这儿15分钟，那估计就只有这个哥斯拉联动。因为你像那个什么，还是10月新番那个东西，我就说它的玩具也好，还有那个主视觉图那些也好，应该都会在6、7月份才会有消息，所以这15分钟估计就只有这个。然后就是谷子是这个时间最长的，居然有35分钟，而其中可能会又有15分钟，然后是这个第3采集啊。不过说到第3采集哈，我想多说一句，那个新动画嘛，不是叫 Beat Break 嘛？然后我看了那个标题，第一反应就是，这不是 Beat Hit 加 Break Up， 就是02的2个进化曲，把这2个进化曲的标题凑一凑就是 Beat Break。然后我当时看了那个标题，第一反应是，这个10月新番怕不会是冒号02之类的。所以说我再倒回来看这个第3采集，我突然觉得，这搞不好其实是星座配套的一个东西呢。但应该不是，因为第3采集那个情报之前好像就是说是辅贤他们也是那个已经确定了，所以说星座的机子再加上冒号那个 Digivice 其实跟那个大冒险的 Digivice 设计也不一样嘛，所以说应该不是，就是动画相关的机子还是应该是6、7月份才会公开。那这儿就是谷子的35分钟，其中应该有15分钟都是这个第3采集啊，剩下20分钟就是各种叨的，就是各种小谷子，就比如说我之前就说嘛，那个 DA 的谷子那肯定是有的，但是那个其他的谷子可能也会有，结果他们还真搞了，是第一次带着别的动画作品来周年纪念，然后出谷子。他们现在反正就是能卖的，那肯定都带着一起卖一卖嘛。然后谷子对，还有一个就是蝶龙的 FRC 已经公开过了，那这次我不知道会不会复读一下，可能就也不好说，说不定要复读一下吧。差不多就是这些了。其实这一次底基蒙控可能我个人感觉干货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我总结一下，就是游戏如果全说剧情的话，对我来说25分钟就是做了，卡这一部分应该不会做了。漫画就看他是说我们是出那个之前那个就是新商标那个漫画，还是说他们会把那个就是漫画季刊再续一年，就不知道是哪种。然后歌这10分钟对我来说其实比较做了，因为我没啥兴趣。然后玩具到后边就卖东西这些其实对我来说都比较做了，因为你介绍那个玩具，你想那个哥斯拉联动那些也好，第3采集也好，15分钟哪需要15分钟啊？15分钟基本上全是嘉宾在那儿吹水，所以说从这儿开始这的1个多小时。我估计就很坐牢了，然后就是最后看个 PV， 但那 PV 其实对我来说也还蛮坐牢的，就是看他那个星座会说到什么程度吧，但我估计就是说个标题，最多说个标题，就这样了。就是前边还好，到漫画这里到1点钟前1个小时对我来说还算有内容，到后边的1个半小时就有点坐牢了啊！这就是今年的底基蒙控这儿还有5分钟，那就等着开播吧。好了，这儿还有1分钟的样子就开始了，11点了呀，怎么连倒计时都还没开始呢？开始了。英文版怎么没有英文字幕呢？这种有字幕的应该就是提前录好的，然后像刚刚那个没字幕的应该是直播的。还要再放一遍呢？不必了。对，就是大耳助手那个词，还放了刚才那个画面的那个完整版嘛，然后大家一看，那就是网真那个最后打 Mother Eater 那个场景，然后改了个贴图之类的，就小改了一改。
就是基本上一模一样的场景，一个那个往下的螺旋楼梯，一模一样。像刚才那儿有个画面，就是看起来那个就是主角发了指令之后，可以看到那个怪到对面去，然后去直接打对面，然后算是一个那个战斗演出的变化嘛。好像还有些人还蛮在意这个小点子的，虽然我不是很 care。このサイバースルースですが、追加コンテンツを実装したハッカーズメモリーも含めると、ワールドワイドでの販売本数が250万本以上突破しておりまして、世界中のデジモンファンの方々にプレイをして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ただサイバースルースが本当にアニメから卖了250万的汪王真，可以啊，靠着不停的那个复刻和打折一直啊。でまず本作の人間世界ではですね、新宿秋葉原を中心に描いております。前作サイバースルースでは看到了一些新場景，街を転々としながら事件を解決していくみたいな。はい、ありましたね。冒険の中心となる街セントラルタウンとなっております。多くのデジモンたちでにぎわい、主人公たちが利用できる便利なショップも立ち並んでいます。街中どこを向いてもデジモンはいますし、中にはおしゃれなバーもあったりして、デジモンたちが生活している雰囲気が特に強く感じられる街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不知道为什么感觉一股复原味儿，这个场景。電脳空間の息があ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さらに PV の中でも少しだけちょっと触れてたんですけれども、敵デジモンに触れてバトルに突入するっていうシンボルエンカウント方式を採用していますので、あらすじでも触れたとおり、主人公は意図的に時間転移を行えるわけではなくてですね、巻き込まれる形で、物語が進行していきます。ぜひその手で。不过他那个开头的那个剧情介绍说，一炸就回到8年前。我好像没记错的话，王真那个他们小时候遇到伊特尔也是8年前吗？还是7年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すよね。はい。で、ただ本作でですね、選択した方を操作して、選択されなかった方はオペレーターとして組織の本部から指示やアドバイスをくれる存在となるんです。そうなると刚才是说选一个主角，另一个就会在后边支援吗？で、450体以上の。果然这一次能上400。育成可能なデジモンとして登場いたします。はい。すごい。老实说，我已经不记得哪些是哪些是骇客有的了。但是反正骇客有的，你看得出来那个用的素材是一样的。果然除了能养450种兽之外，没有什么妖精的消息。全世界環境統一間近発売商品最新情報。やったー。果然还是会讲一讲 Liberator 的事情的。最高。这个是不是之前放过的那个广告 PV 啊？这个应该也是之前做好的那个 PV 吧？这样他们可以放好几个 PV 呢。这个环节也好长啊，感觉做了有10分钟了吧？这些感觉都是之前比赛那天上周比赛那天说过的内容吧。我感觉这些说过的内容已经复读了15分钟了吧。这个倒是才公开的，应该是。ハッカーズっつったらもうあれしか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なんです。こちらの商品はですね、ゲームデジモンストーリーサイバースルースハッカーズメモリーに登場したデジモンテーマたちを収録した商品となっております。原来网真跟骇客居然分2弹来卖，没有想到。そして本日はですね、このハッカーズナンバーに収録される三島エリカというキャラクター、ご存知ですか？のイラスト公開しちゃいます。我感觉之前就有人想在22 BT22买艾丽卡了吧，结果要等到23。感觉坐牢已经坐了有20多分钟了，真的水了好多时长。来，真正的干货加全没5分钟。デジモンリベレーター最新情報。そうだった。知らない服着てる。一股子要水之长的味儿了。ちょっと待って。まだ裸足なんだけど1年。看这样子是要再水1年。1年経ってまだ裸足なんだよクローズ。就没了。应该是照他这个意思，应该是再水1年吧。これだよ。これですよ。心臓持つか。怎么居然还有角色的？
该不会真的是 Liberator 手游吧？刚刚那个新手一股子宝味儿。啊，行吧，原来这个是手游的标题，感觉有点怪耶。你整的一个打牌手游还要带剧情带角色的吗？就不能好好打牌了，感觉很迷惑。那漫画的环节应该就是说那个这个连看再续连，应该是这种味道吧。デジモンコミックが間もなく完結ということで、最終話に向けた情報をお届けできればと思います。はい。他不会就介绍一下5月份要跟的那一期吧？这个就没意思了吧？デジモン漫画大賞でデジモンバリアンツで佳作を受賞した青木歩先生の新作もなんと1話読み切りという形で掲載されます。はい。啊，之最終話に前那个して新しい作品来ましたね。はい。之前得奖的那个没来参加的那个人，我还挺喜欢的那个亚总的那个作者，来画一篇完的。非常に楽しみです。ね、ということでここまでデジモンコミック最新情報のコーナーでした。结束了，连画饼都不画了，连再画一连的饼都不画了，那就没搞头了。感觉很一般吧，这个壳子。实话说，这个战斗哥斯拉上了色没有不上色好看，上了色觉得一下就很熟了。刚刚晃过去了几个新手，再一看，觉得不知道算不算正式新手。乍一看好像那个丧尸暴龙兽那个好像还可以，别的好像都有点一般。这个黑白的其实比刚才那个上色的要好看，真的。它整个从色到机子都是黑白的更好看，实话说。感觉清爹这个画风相对就是更适合画黑白的东西。他这他是标反了吧？右边那个才是经典版吧？居然还有这些玩意儿，就是感觉真的有点微妙哎，这个比例没有问题吧？这是那个角度限定，这个角度看的还行。刚刚那个正面真的看着觉得这两个看灰模稍微要好一点。那总的来说，他这个都把头的比例做的有点太大了吧？啊，复制原画嘛，就看他定价了，定价太离谱了，还是稍微有点智商税。基本上跟之前透出来的情报是一样的。然后就是他们嘉宾吹水现场把玩，估计要整个15分钟。怕不是那个 PB 的预约特点之类的。果然是这个 PB 的那个预定才会有的。我感觉前面这个展示把玩环节已经有20多分钟了吧？这个环节估计不会公布什么别的乱七八糟的小故事了吧？啊，当然也可能还是有一点。真的，我就觉得渡边他更适合画这种单色的图，他不太适合画彩图。他单色的图其实还挺好看的。没了，就介绍了这一个小故事。这个 FRSA 果然要来复读一下的，总觉得腿有点短啊，这个。
ということもありまして、这个应该是虚作吧。はい、オリジナルでこのキービジュアル作ら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デジモンアドベンチャーの選ばれ又开始介绍大陆这边的谷子了。每年都有这个环节。とても可愛らしい作りとなっております。それではどうぞ。啊，直接就开播了。这4个 PV 倒是情怀拉满，尤其是那个带着所有装甲体一起跑那个，还挺好玩的。这要官宣新动画了吧？居然能有一点新画面，还是可以。结束了。说实话吧，我想说这个 BGM， 它不是我之前用过的那个人的 BGM， 我回头可以查一下。6分，这次还是只有6分。他居然能在有这么多你觉得有这么多干货的情况下，还是水了接近3个小时。除了结果反而是最后动画这10分钟，那纯是干货，就放完 PV， 然后就放个那个感谢 PV 吧，算是，然后就放星座的 PV 啊，这是真的纯干货啊。然后前面这些就全都游戏啊，可能有人觉得还好吧，有人觉得还好，是关心剧情的，但是真的那个他的干货就是5分钟就能说完的，包括主角什么呀，那个御三家是谁呀，然后那个什么。一共有450只可以养成，真的是几句话就能说完的那种牌，然后里边前面可能有20多分钟都在介绍，就是你都知道的那些东西，然后中间穿插了大概3-5个吧新的卡图啊，然后就是说里边它继续续，这个大家都想得到。然后那个星座啊，星座真的是最失望的，一会儿最后再来嘛。好，然后是那个什么漫画你以为它还能最起码的再续一点吧，没有，连饼都没有，直接就是介绍一下接下来要出的5月份要出的第4期会有些什么内容，没了。这个你需要介绍吗？你需要在这花15分钟介绍吗？你这个到时候5月份你直接公开出来，大家看不就完了？然后唱歌那10分钟倒是那几首曲子都是新的编曲的版本，还行。然后玩具就是水啊，就是你知道的那些东西，就是哥斯拉联动和那个什么，和那个第3采集，然后绝大多数时间都在现场演示啊、吹水啊，可能真的这些时间占了80%，尤其是第3采集那个，真的吹了好久。哥斯拉联动那边还好一点，出了一堆那些不知道算不算正式的新手，可能不会进图鉴，但是回头应该还是会说2句。但是比较意外的是，他那些联动的怪兽，他居然还要出模型，这个其实还有点意外。谷子这边就第3采集那个时间占得太长了，真的水了好久啊，感觉水了有半个小时，有没有？然后就谷子那儿最后就是透了一个会出须佐的 FRC， 这个又被我奶中了，我只能说。就这样了，就干货就这些，然后剩下时间全是吹水，就你还不如直接真的每年都是，每年看完你都觉得不如直接在推上刷他们公开的新闻还来得快一点，就真的只有动画那10分钟是纯干货，其他真的就80%时间都在水。然后最后来骂一下这什么鬼玩意儿？我说实话，你看到这个图，还有刚才那个 PV， 你看了那个 PV， 看了这个图，你什么感想？我不知道，可能我自己太敏感了。但我说实话，我看了那个 PV， 看了这个图的感想就是，这什么萌萌哒二游啊？这跟打牌有半毛钱关系吗？这什么萌萌二游？这玩意儿，这是什么正比例派萌吗？啊，然后这玩意儿，这是什么电力鼠吗？有一点低位吗？这东西，我看了这玩意儿就你把周围这些牌一遮，你把这些牌一去掉，这东西你看出来跟牌有半毛钱关系吗？你说一个打牌的游戏，它封面上应该放点啥？正常来说放的都应该是那些牌里边的怪兽吧，应该是牌的那些内容吧。哪怕他真的要放几个人在那儿，你看看别人，这个人的手里他至少得拿张牌吧，这最起码的手里得拿张牌吧。你看这几个人哪一个手里带牌了？有吗？手空空的。你这看得出来是个打牌游戏，就见鬼了。
这个 PV 我就说你把这个中间这一节跟牌有关的画面去掉，你就看这个，然后你再看这个，然后你再看你再看这些，你再看这些，你这看得出来这是个打牌游戏？你看得出来吗？你看得出来个鬼？要把这游戏画面一去掉，跟打牌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你就只看这些部分，我跟你讲，他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他在拼命的告诉你说，哎，你关不关心这些萌萌大妹子他们在一起有什么互动啊？你关不关心啊？你关不关心这个小怪兽他有什么身世的秘密啊？他掌握了什么世界的核心啊？他给你的感觉就是这个，他太想给你卖弄他编的这些萌萌大角色，还有这个世界观核心到底有什么东西啊？这个小家伙到底怎么涉及到世界的毁灭了？他就很想给你卖弄这些，你知道吗？我说真的，他这玩意儿这放在这儿，他撑死能算一个底级梦游戏，但他算个打牌游戏吗？牌都是不重要的，牌是次要的。我跟你讲，它实质上是什么？它就跟之前的 Rise 二代子一样。你看这个小玩意儿，它跟刺尾兽估计差不多，就是那个它的身世涉及到这个世界的核心秘密，肯定是差不多的东西。我就说实话，它就是二代子的二代。它就是二代子把战斗系统换成打牌，打牌是不重要的，它只是个战斗系统，它可以随便替换，打牌只是一个次要的东西。它真正想让你们知道的是，你看这些萌萌大角色，你看他们的互动，你看这个小怪兽，你看我们的世界观，你看我们的剧情，他真正想让你关心的是这个，他一点都不关心打牌。我说实话，真的，我居然有牌佬不生气吗？我不是牌佬我都很生气，我期待的是一个打牌游戏，我期待不是你们这些萌萌哒。我就说实话，真的，你底基梦这些旁支的东西，你剧情再怎么整，跟底基梦的核心世界观没有关系。即使我是底基梦这边的人，我都不关心你搞这些，我都不是牌佬了，我都觉得你这个卖的太过分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还有牌佬会开心。我只能这样讲，就是他如果他的那个剧情，他的或者说单人模式，如果他是有限的，那可能还好说，就是比如说那个单人剧情部分，它就是类似于一个教学观，你玩完了之后重点的部分还是去跟大家打牌，如果是这样的话都还好。但它这是一个手游啊，它这是一个要长期运营的手游啊，就是它这个剧情它不光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它可能还要长期的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它要长期更新这个。我说实话，牌佬不关心，我也不关心的这个剧情，它的重点长期都会放在这个东西上面。那你说牌是什么？牌就真的就是它一个附带的，就把实卡 DTCG 的一些就东西直接照搬过来就完了。他关心什么？他不关心。实话说吧，一开始这个 logo 在那个商标登记网站出来的时候，虽然他们很多人都看到这个图标，就说很像是 Liberator 里边的这个东西，当时就已经有人猜说这个可能就是打牌游戏的 logo。当时我真的很不想往这方面猜，我觉得它可以是 Liberator 相关的一个东西，但是这个 logo 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它可以是漫画，它可以是小说，它可以是任何就是纯剧情的东西，不涉及任何玩的部分，但是它真的唯独不能是打牌游戏。你光看这个标题，你看得出来这是个打牌游戏吗？就跟这个主视觉图一样，你看得出来这是一个打牌游戏吗？你看不出来啊。真正的底基梦打牌游戏该叫什么？就应该叫底基梦 card game 叉叉，或者叉叉底基梦 card game 之类的。他就应该把底基梦 card game 这个词老老实实的就放在游戏标题里边，这样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打牌游戏。但你现在这个标题里一看，你只会觉得这可能又是底基梦的一个什么新的故事，对吧？再加上 PV 这个画面一出来，基本也垂死了，这就跟那个 Liberator 里边的那个头戴显示器或者说 VR 眼镜一样的一个东西，基本上就是一个东西。然后他这儿也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他都把 Liberator 的官网链接都放在这儿。我说实话，这玩意儿它可能就是 Liberator 真正做成游戏的样子。我甚至可以在这儿大胆的说， Liberator 可能就连载到这个游戏上线，它最少也要连载到这个游戏上线，然后这个游戏的剧情就继续接 Liberator，
或者他有可能，如果 Liberator 还能继续苟的话，如果万代还肯继续给 Liberator 钱，让这个项目继续苟的话，那就是这个 Liberator 的剧情和这个手游的剧情双线并进，他又来了，他又开始搞这个双线并进了。本来你以为是 Liberator 的漫画和小说双线并进，好了，现在他以后会变成 Liberator 和这个手游剧情双线并进，他会搞成这样子。我在这大胆预测一句，他想搞的就是这个。当时是大家看的 Liberator 那些设定，还有人很高兴的说，要是 Liberator 真的做成游戏就好啦。他是可以把 Liberator 做成游戏，但前提是他这个剧情的部分他不能喧宾夺主，他的重点是打牌。但你看他这样一搞着，就是现在反正我看不出来他想把这个剧情弱化的迹象。他这个剧情有可能跟打牌要5-5开，甚至是7-3开，我感觉那就是你可能大家是期待把 Liberator 做成游戏，但前提是不影响你打牌。但当他的剧情已经多到要影响你打牌的时候，我估计牌佬并不会想玩这个玩意儿，牌佬会直接去玩 DTCG 死卡，干嘛来玩这个呢？那这个玩意儿它的受众是啥呢？他要是做的足够好啊，他的萌萌哒二游剧情做的足够好，能在二游市场里分一杯羹的话，那可能还能刮到一部分二游玩家。但说实话，我觉得底基梦的东西做到那个水平吗？反正我打个问号。那他真正的受众是啥呢？就是底基梦的粉，而且还是底基梦那种为了底基梦什么都愿意去玩的人。你要知道，底基梦的粉很大一个群体，但是可能各玩各的。底基梦的粉，比如说光喜欢 DA 的，然后光是买 DA 谷子的那一波人，可能就占了好多。你说喜欢底基梦的人，把底基梦的所有游戏都玩过，把底基梦的所有动画都看过的人有多少？那真的就是最结晶的那帮结晶粉啊！那他真正面向的对象就是那种，就是只要是底基梦，我二话不说，什么都不管，我直接就去试了的那种人，然后就没了。牌佬不会玩这个的，他要是做的不够好，二游玩家也不会玩这个的。只有底基梦最始终的那帮人啊，会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他们真的关心，这些萌萌哒的人，他们互相之间有什么互动啊？因为这个小怪兽，他到底对世界观有什么影响？只有真正最接近的那帮底基梦人，他们会对这个感兴趣，其他人都没有兴趣。而且他这样搞了之后，他现在给人的感觉说白了就是一个二游把战斗系统换成 DTCG。那我们就当它是一个二游，一个二游的生命周期有几年，它能活几年，我就给它5年吧。之前二赖子活了4年，我就给它5年吧。它运营太拉垮了，或者剧情写完了之类的，它如果重点在这一部分的话，它就跟不下去了，它做不下去了，就直接停服了。或者死卡 DTCG 做不下去了，它也就停服了。因为它的重点不在于经营我的牌，而是说我只是把战斗系统换成 DTCG， 它只是在从死卡 DTCG 那边照搬一些东西过来。那我就是说，死卡 DTCG 如果哪天没了的话，那它肯定也就没了。它没有那种要把一个东西长期运营的打算，它只是一个萌萌哒二游，苟几年算几年，骗一波钱算一波钱的。而且它都已经做成一个萌萌哒二游了的话，我说实话，我都不说跨平台联机了，我觉得跨平台联机肯定不要想了。我就说实话，这个萌萌哒二游，它有计划上国区吗？我现在脑子里都要打个问号。它在推广层面真的算 DTCG 的一部分吗？你看到现在为止 DTCG 的中文官方还没有发这个玩意儿的宣传片呢，你这样看起来它好像真的就不算 DTCG 的一部分。反正我觉得吧，这玩意儿如果他想长久的话，他唯一的做法就是赶紧收你们的心，把你们这个剧情部分就老老实实的作为一个单机教学关卡跟完了就完事儿了，然后剩下时间要好好运营你们的打牌的对战的部分。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游戏可能还有救。但他这个想要卖剧情的心只要收不回来，那这个游戏我说实话他就是把战斗系统换成打牌的一个二游而已。反正前面都已经把这些除了打牌画面之外的东西骂完了，那我们还是老老实实来看一下打牌画面。打牌画面嘛，你看这个人就是跟刚才主视觉图那个左边的那个人这个搞不好都只是个剧情战斗单机模式。然后养成这个东西，我说实话，照他这个意思，这儿有一个什么卡片交换，照他这个意思，这个50我就在猜是不是意思就是说你要打50支牌，或者你要赢50次牌，然后这个槽满了之后你就可以换一张，就是比如说这儿黑球兽，你就可以换张黑球兽的卡之类的，是不是这个意思？但你这个养成的怪哪儿来的呢？你看这儿还有底基他妈，那数码单是哪儿来的呢？往好的想就是你可能剧情推到一段时间就给你一个，但是孵出什么东西是随机的，
啊，这都是往好的想了。往坏的想，那就是这又要氪金，这又要抽卡，然后开卡包，这没啥好说的。然后卡组这边，自动编卡组就不说了，这个一键合成，我就心想，他难道还有什么，比如说某某卡的碎片啊，多少个碎片才能合一张这个卡？不会有这种事儿吧？然后这个线上联机对战，就最后大家都会顶着这个主角的头像，这个感觉这个跟二赖子很像，就是你进去扮演的主角就是那个主角，永远都是，不管你玩家是谁，你扮演的都是那个主角。但二赖子好歹人家竞技场的时候，这个挂的头像都是你选的那一个搭档小怪兽的头像。我说实话，你真的玩家对战的部分，你还不如把这个卡组作为头像放在这儿，不然到时候就是大家都顶着主角头像。为什么不会顶这种别的角色的头像呢？至少因为他这个初期就才公开了这3个角色，而且这个正比派蒙，我说实话，他就是个剧情角色，他估计压根就不会打牌，就算会打牌，可能也是很后期才会打牌了。而一开始能打牌的可能就这俩能代表什么？就算 DTCG 打牌也有6个颜色啊，加白色就7个颜色，当然加混色了就不知道有多几个颜色了。这我们就算基础的，就算有7个颜色吧，那也得有7个人，但这才2个人。所以我就怀疑，就是角色都真的他妈就只是走剧情的，然后你能扮演的角色也就只有主角这一个，就跟二赖子很像，然后大家都顶着主角的头像，就是我这个结论是这么来的。反正他这个整个传达出来的味儿让我超级失望，我觉得这个开发组赶紧把这个卖剧情的心收一收，然后把主视觉图重新画一张，让每个人手里都拿张牌，也许这个游戏还有救。否则的话，我的感觉就是它就是一个把战斗系统换成打牌的二赖子，最多有5年的生命周期。DTCG 死卡要是哪天死了的话，他也就死了，甚至他可能都还活不到 DTCG 死的那一天，就这样了。既然这个单独骂了，那也顺便来说一下最后这个 Beat Break 这个主视觉图。我对主视觉图本身没有特别的感想，我只觉得很普通。但我看到他这个岛屿这句话吃感情的生命体，那完了，那基本上又完了。就这种剧本你见得少吗？往近的说，就网站里边都有什么，比如说迪吉蒙吃了人类的某种感情，然后他就不受控制了，他就暴走了，然后主角他们就去解决这个事儿。然后这种模本的剧情往前推的话，就是 Savers 的前10集基本上也是这个套路，就都要吃感情了，那很明显就是那个人类是一定要占一定戏份的，不然这感情哪来的？然后围绕着这些人类感情，你也不知道是迪吉蒙又要暴走了，还是说迪吉蒙为了吃一些什么美味的感情，然后就去搞事儿，然后把一些人整得神神鬼鬼的。而且你会有这种感情暴走是什么呢？那大概率就是充满了各种你平常见不到的，稍微有一点点异常的现实世界中的事件。那这啥呢？这是啥呢？这就是都市怪谈啊！说白了，那你说它的观影体验不就会和鬼游差不多吗？所以说我感觉这玩意儿它就是个鬼游精神续作。虽然看起来那个 PV 里面出现了这种稍微有一点点科幻的画面，但反正至少这一句话，这一句岛屿，就这一句中心思想，说白了就给我的感觉就是它是鬼游的精神续作，它的观影体验可能跟鬼游不会差太多光这一点我就已经不太看好它了，我至少个人没什么兴趣。当然鬼游其实人气也蛮高的，还是有很多人好这口的，所以我也不说啥，我只代表我个人。就这样了，这就是今年的底基梦控。